校园综艺直播教育局局长来食堂视察时，全校学生都假装吃着大鱼大肉，只有我故意端着一碗米饭躲在角落里。局长榆树好奇地问道：“小同学，你为什么就吃这个？”我拿碗的手突然顿住，带着一丝委屈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个不能吃，我以为是免费的，我可以给钱的，我有钱。”你可以吃啊，我不是故意抢大黄的饭的。大黄是谁？食堂大妈养的狗。说完，我急忙慌地在衣服口袋里找钱，却意外将钱散落一地，有1块、5毛，甚至还有1毛。局长不满地看向一旁的校长，校长慌得额头上满是细密的冷汗。同学，这饭就是免费的，你想吃多少都行。真的吗？食堂真好，看我今天生日，特意给我米饭免费。于老师，食堂米饭一直都是免费的，真的。谢谢食堂。你为什么不申请助学金呢？别打了，助学金我不要了。班干部要换水果食料，我不该跟他抢着贫困补助的，我错了。校领导们都是一脸懵，我却心满意足，因为我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。恭喜宿主首次获得足够情绪值，正为宿主编辑背景：父亲金凡，边境戍边战士，军衔中尉，职衔连长。3等功5次，2等功2次，在一次边境保卫战中光荣牺牲，追加1等功。母亲林丽，逆流天使，在抗击疾病中牺牲。大哥金州，缉毒警察，在一次金三角行动中牺牲，追授1等功，警号永久封存。爷爷未知，奶奶未知，所有功勋章已全部发放给宿主。局长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滥用助学金给关系户，真正有困难的同学，你睁眼瞎。我承认是我监管不力，这件事我并不知情，全都是导员负责的。我也不知道他敢这么乱来，回头我就找他谈话。校长妙啊，一句话就把锅甩得干干净净，这导员惨了。惨个屁，那导员顶多被骂2句，金九又没什么背景关系，校长可不会为了他开除导员。果然，局长脸色稍稍缓和了些。抓紧帮这位同学申请助学金，不允许下次再出现类似的情况，否则你这校长也就当到头了。是，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。校长立马拿出手机，并且打开了免提。李导员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这导员能不能当了？金九同学生活那么困难，你为什么不给他助学金？你这导员是不是想当到头了？赶紧来食堂一趟，现在就帮金九同学办助学金。校长，我……电话里刚发出声音，校长就非常鸡贼的挂断电话。不一会儿，满脸怨气的李毅匆匆赶来。金九，就你适度，我都说了，今年有困难的同学这么多，你先忍忍，无私奉献一下，我明年再给你办助学金。你怎么这么自私？至于因为这么点小事儿闹到校长跟前吗？可导员4年前你就这么说的，而且我们明年都毕业了。李导，你很好，真是个负责任的导员。不是，你谁啊？李毅，怎么说话呢？快给局长道歉。局长，对不起。李主任，你应该跟他说对不起，快点帮这位同学申请助学金吧。局长，我来得着急，相关资料忘记带了，现在回去拿。时间要花很久，估摸着起码半小时，太耽误您时间了。要不等您走后，我再回去帮他申请。局长稍稍犹豫了一下，就点头答应了下来。主持人冰冰及时出来解围。这期咱们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北统领导检查食堂问题，中途遇到了些小插曲，但局长很负责任的解决了。这么大的事情说是小插曲，心疼这位同学。解决个鸡毛啊！我看那导员的目光恨不得把那同学吃了。等局长一走，导员肯定给他穿小鞋。果然，局长刚转身，李毅就从口袋掏出一张纸条。金九同学，后天有个志愿者活动，希望你能积极踊跃参加。请假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说完，他得意的把假条撕掉，我却没有丝毫生气，反而大喊道：“导员，后天我实在有要紧事啊，就批准我请假吧。”不是，哥们，你不按套路出牌啊？怎么突然大喊大叫的？局长停了下来，但也没多说什么，毕竟只是请假的小事情。不过校长立马紧张道：“金九同学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”后天是我父亲忌日，局长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请你吃饭吧，长寿面分你一半。不用了，小同学，你心意我领了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没事，我有钱的。在我不停的掏钱时，勋章不断的从我口袋里掉出。这是什么？局长脸色微变，秘书眼疾手快，连忙将勋章捡起。局长，我当过兵，这是真的勋章，3等功的。哦，3等功。局长点点头，3等功还是比较常见，稍稍努力就能得到。局长，3等功勋章有5块，还有2块2等功，这个只有重大立功才会有的。局长脸色变了又变了，极其认真的看向我。金九同学，你这勋章哪里来的？我父亲寄给我的，他是军人。刚刚说你后天要干什么？后天去祭奠我父亲，那天是他的忌日。那你父亲为什么会去世？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去了边境，就再也没回来，然后部队里就寄回来这个给我。1等功。
局长，不对，这里还有1块1等功勋章，2块1等功。众人一愣，带着审视的目光看向我。小同学，你这勋章不会是买来的吧？是啊，一般来说，获得1次1等功已经是万难。我低垂着头，语气低落。这是我大哥寄过来的。你大哥？我大哥是警察，后来有天他跟着队伍去了金三角，然后和父亲一样再也没回来过。不过警局寄回这个勋章过来。那你母亲呢？前2年的病，她去支援了，然后再也没回来过。所有人全都不由后退几步，冷汗直流。忠烈，满门忠烈啊！我好想我的父亲啊，要是他还在就好了。我想把我受到的委屈都告诉他，可惜学校鼓励我干活，都不让我祭拜他。强迫英雄孩子干活，不让祭拜父亲，还是1等功英雄，现在还被直播出去了，我这校长可是当到头了。才这点情绪值够谁用的？导员，求你让我去看看我父亲吧，我就请假1天，回来后我愿意刷10天厕所，或者还像之前一样任你打骂。我爸戍守边疆，我妈武汉逆行，我哥井号封屯，可我只因没有送礼，导员就不发贫困助学金，甚至连父亲的忌日都不准我去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在校园综艺直播时跪在他面前。导员，求你让我去看看我父亲吧，我就请假1天，回来后我愿意刷10天厕所，或者还像之前一样任你打骂。一旁的教育局长冷冷地问道：“你之前打他了？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啊！我承认他因为不合群，我平时爱给他穿点小鞋，但打他体罚之类的真没有啊！金九，我有打过你吗？啊，不要打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金九，局长，李导员人很好，从来没欺负过我，我从来没给他送礼，他还要帮我申请贫困补助呢，我很感谢他。虐待英雄遗孤，你真行啊！局长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……不用跟我解释，你跟警备官说吧，这件事已经不是我能做主的了。浩浩，这下真的要吃子弹了。局长，我请你吃饭，你就答应吧，我的钱绝对够买2碗长寿面，说不定还能加个蛋呢，我已经好久没吃过蛋了。校长趁机表现道：“快让后厨做1桌生日宴，要最高规格的。”你这校长当得好啊！英雄遗孤你就这么对待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都是礼仪的问题。他欺上瞒下，滥用职权，简直可恶！好一手丝滑甩锅，这样他顶多算是监管不力，最大无非就是降职。这样一想，校长立马站起来，打起了电话。金九助学补助金抓紧申请，另外前3年的补助金也给补齐。局长不理会他的惺惺作态，而是目光温和地看向我。金九，我让人订了蛋糕，待会一起庆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局长。别叫我局长，叫我于叔就行。英雄遗孤在学校受虐待，还被直播出去，这件事已经超出我这个局长的级别范围了。明年还打算进步的，现在能平稳着陆就不错了。不一会儿，香气四溢的美食做好。小金，蛋糕还没到，先吃长寿面吧。谢谢于叔。我刚拿上筷子，却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立马站起。抱歉，于叔，我不能和你一起吃了，我工作时间到了。工作。这时我已经来到一个窗口前，摆上锅碗瓢盆，熟练的让人心疼。来吃泡面喽，3块5一包。学生们纷纷闻讯赶来，不一会儿我那窗口就排起长长的队。金九煮的泡面很好吃的，面条劲道，咸淡刚好。3块5是真实惠，还帮煮好，学校超市都涨到10块钱一包了。局长等人也没再动款，而是耐心等着我卖完。突然，4人来势汹汹地出现在我摊位前。先前就告诉你了，让你涨价到10块，跟我们超市一个价格，为什么还敢卖3块5？都是学生，哪来那么多钱啊？我不管，你必须卖10块，你卖的这么便宜，学生们还怎么买我泡面啊？那你不能降价吗？那我怎么赚钱啊？阿姨，你可以薄利多销。薄个屁！我都在学校开超市了，肯定狠狠赚钱啊！跟我们学校超市一样，全是黑心。我们学校泡面牌子是康帅夫，卖8块。我们学校雷便还卖7块呢。金九是斗不过他们的，超市老板基本都是关系户。不行，我就卖3块5。呵呵，你一个穷学生还敢抢老娘生意，给我砸！其余3人纷纷动手，把排队的学生赶跑后，开始砸锅碗瓢盆，面条撒得一地都是。你们这么欺负人，还有王法吗？呵呵，王法天真，你信不信你这窗口明天就不是你的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租了半年呢。明天我就找人给你撤了。校长可是我家亲戚，你凭什么跟我斗？校长本来乐呵呵的看热闹，突然就不嘻嘻了。校长，你家亲戚本事真大。局长，我不认识他们啊，他们是在冒用我的名头，我是无辜的。等到超市老板砸完走后，我眼眶通红走了过来，语气哀求：校长，你高抬贵手，能不能放我一马？我真的需要这个窗口来维持我的温饱。金九同学，我怎么会取消你窗口呢？他们是故意吓唬你的，而且我压根不认识他们啊。可他们说是你亲戚啊。他们是放屁。好了，到底认不认识？我们明天拭目以待。校长，你不要出面，我倒要看看明天金九的窗口会不会取消。呵，如果明天窗口真没了，我就要吃子弹了。那4个火阎王究竟是谁啊？为毛用我名头啊？小金，放心，如果窗口真没了，于叔会替你出头的。于叔，泡面也卖不成了，我还是去提交毕业论文吧，老师催着要呢。
等一下，毕业论文前1个月不就提出要交吗？为什么到现在没完成？终于让我抓到金九的辫子了。金九污点越多，那我倒是背的责任也就越少。待会一定要好好压压他。我低着头没讲话。校长见状一喜，追着问道：金九同学为什么不说话？不会因为贪玩或者忙着干别的，才忽略了毕业论文吧？别怕，小金，有啥事跟于叔说，于叔尽量帮你解决。还是我的问题，是我论文写的太差，导师不满意，一直退回来让我重写。退了1个月，退了多少次啊？每天1次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察觉到了问题。校长心里有些发慌，急忙问道：估计是那个导师很严格。金同学，你导师谁啊？王能。破案了，王老师确实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严格。于树依旧有些怀疑。小金，你论文方便给我看一下吗？好。我从包里掏出论文递了过去，于树飞速阅读着，越看脸色越阴沉，最后直接发出冷哼：你自己看看吧，王老师确实很严厉啊。校长接过论文，和其他校领导一起看了起来。校长，我论文写的不好，让你们失望了。校长几人看完后面面相觑，这论文貌似只有一个缺点，太过完美。他前几天阅读过几篇拿奖的论文，和我的完全没有可比性。校长深吸一口气，心里依旧抱着些许希望。金九，别多想，今天你这论文肯定能过。对，写得多好啊！虽然王老师很严厉，但你这论文确实被改得很完美，达到能拿奖的水准。你也别怪他严师出高徒。这时我又拿出一篇论文，不好意思，校长，刚刚那是出版，我拿错，这才是我昨天写的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倒要看看这老师为什么要针对你。太过分了，我倒要好好说说王能。把小心思收起来，这次你可不许通风报信，不要让那王老师知道我是谁。呵。于是我先进入王能办公室，其他人则是在门口偷听。王老师，这是我今天修改的论文。好，我看看。王能，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啊！本校长的命现在在你手里攥着呢。我看完了，写得不错。校长顿时松了口气，身子软弱地靠在墙上。前100字写得不错。后面写的什么狗东西？这是人能写出来的吗？我养的狗都比你写的好，一塌糊涂，乱七八糟。大学的饭你真是白吃了。老师，我觉得我写的可以了，而且我也给别人看过了，他们都觉得很好。他们懂个屁啊！你能找什么好鸟给你看论文？我是老师，他们是老师，他们能觉得你的论文好，那也是眼瞎。老师，你就让我过吧，我还有很多兼职要做，太忙了。那是你的事情，要不你也别毕业了吧。王老师，金九的论文有什么问题？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给他过？你谁啊？我是他叔叔。金九不是孤儿吗？远方叔叔。那做什么的？工地上班的。话音刚落，王能立马换了副面孔。这家长，你是老师，我是老师，再多说一句，金九不让毕业。你一个老师有权利让学生不毕业？你看我有没有这个权利？就算校长来了，也会默许的。再说你家孩子论文写得烂，怪得了谁？有时候多找自己的原因。这些年分数涨没涨？有没有认真听课，努力学习？老师也很难的。这话说的义正言辞，于树一时还想不出对策。这时一个学生推门进来，小孙来了，老师不收礼哦。明白的，老师，我来就是想问问我那论文的事情。过了，真的太好了，谢谢老师。我以为用 AI 写过不了呢。AI 水平更高啊，而且你很会找，查重率很低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学生兴高采烈的离开。为什么那学生 AI 写的都能过？金九能比得过 AI 吗？这话还真无法反驳啊。那我们也用 AI 写。Big 胆，用 AI 写论文，我直接让校长开除金九，学校3令5申，不让用 AI。这下眼都不演了，赤裸裸针对是吧？王老师，我就想问问，怎样才能让金九的论文通过？要送多少礼？我不收礼，我没那么肤浅，而且就金九这条件，他的礼我也不稀罕。那你说要怎样才能毕业？很简单，去参加我给他推荐的工作，拿到那公司的实习证明，他就能顺利毕业。因为这件事我跟他说了好多回了，但他就是不肯去上班。有这么懒的学生吗？小金，跟叔说说，为什么不想去实习？我在学校还有很多兼职要做。呵呵，借口，分明就是懒。吓坏我了，我还以为真是金九没送礼才导致针对呢，这明显偷懒嘛，肯定是金九的问题了。金九啊，实习对你来说是件好事，王老师也为你好，人总要出社会的。金九，听见没？校长都发话了，只要你去那个单位实习，论文我就给你过。不想去呢，太辛苦了，我只想兼职。全部领导都是一脸失望。那打工挣钱肯定比你兼职挣钱啊，你卖泡面才能赚几个钱。校长你也看见了，这也不是我的问题，主要是金九太懒，明明条件就差，还不知道努力，没钱别学人家摆烂，小心摆的这辈子不能翻身。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不愿意去实习吗？我肺不是很好，所以一直有顾虑。既然领导们都让我去，那我就去吧。
哎，这就对了嘛。等会，肺不好和实习有什么关系？我看网上说，挖煤的时候会有大量粉尘进入气管。等会，挖煤？是啊，挖煤。王老师让我去外地一个窑洞里面挖煤，我查了那个地点，一天要干15个小时，会很累，而且还有坍塌的风险。学生寒窗实习在，是让去挖煤的，又不是要挖一辈子，只是实习啊，我也是为他好。那我把你孩子也送去挖煤呢？你谁啊？校长没说话呢，你插什么嘴？我还没批评你这个当家长的呢，怎么教育出金九来的？这位是来咱们学校视察的局长于树。王老师，你真是厉害啊，不分黑白就指着局长鼻子骂。是谁给你招进学校来的？我早就想开除你了。局长微服私访了，我还指着他鼻子骂了。这他口袋中的电话响起，备注煤老板。开免提，让我们听听煤老板会说什么。老师为了逼我一个大学生去煤矿打黑工，故意让我论文连续30次不通过，而他敢这么做，只因我是个没背景的孤儿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我爸戍守边疆，我妈武汉逆行，我哥井号封屯，偏偏这一切还被校园综艺直播到全国网友面前。教育局局长当场就要严办他，导师还想狡辩，不料煤老板正好打来电话。王老师啊，那个黑工什么时候过来啊？煤厂少人。不去了，那学生很忙。啥？不去了？你之前怎么信誓旦旦跟我保证的，说给他穿小鞋，一定会把他逼来的？你别胡说，我这还有聊天记录呢。姓王的，你这不守信用啊！我对你多好啊，你就这么报答我的？我给别的中介提成就1000，我给你2000，我给学生发6000的工资，你要贪学生4000，就给他2000块钱。求你别说了。为啥不说？这些年你赚了多少钱？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今天太过分了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你那边那个无依无靠、没啥背景的孤儿，马上就要弄到手了，进度怎么样了？他同意没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再不送黑工过来，我去举报。不用举报，我们已经听见了。卧槽，不关我事啊！王老师，你不是说给我1500的工资吗？你怎么还又多扣500？局长，他会判多少年啊？送英雄之子忠烈一家唯一后代去黑窑，你觉得会判多少年？无期。不是吃僧子丹。放过我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谁知道这小子背景那么硬啊？你特么不早说。金九同学，论文你放心吧，我亲自审批，不但能过，还能拿奖，1等奖也说不准。那谢谢校长了。于叔，天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宿舍了。等一下，小金，我跟你一起过去吧，看一下有没有需要补助的地方。好，希望那帮舍友能给点力，多多贡献情绪值。等下就我和小金进去，你们都到宿舍门口等着。又去卖泡面赚钱了，再卖下去，本市首富就是你了。不像我，每月只啃着父母5000块生活费。对了，金九，你父母给你多少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真有父母不给孩子钱吧？刘宇，你别说了，我是孤儿，我父亲去世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你父亲要是早点穿耐克就好了。老弟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金九，你英语6级过了吗？天天看你背单词。过了。哼哼，过了有什么用？照样找不到工作。不像我，一毕业父母就安排我去教育局工作，别人还在内卷考试，我直接上岸。小同学，你父母叫什么？老邓，你谁啊？我是金九叔叔。你想替你大侄找关系是吧？不好意思，我父母很正直，从不帮人走后门。你要送礼的话，直接给我就行。于树被气笑了。好，你父母倒是生了好儿子。用你说，没钱送礼还阴阳怪气起来了，天天进学些歪门邪道。校长再也忍不住了，冲了进来。刘宇，你给我闭嘴！校长你怎么来啊？我再不进来就晚了。晚什么？我平时就这么教你们的，不是告诉你们在宿舍要团结友爱吗？校长，你眼睛进沙子了。这时杨德看见身后垂头丧气的导员，当场热情地靠了过去。导员，你来了也不提前通知声，你看我今年补助金的事情。呵呵，在体制内还是双职工家庭的孩子，还需要补助金啊？废话，浩小美不要钱啊，换新手机不要钱啊。杨德同学，补助金是给真正有困难的同学，你别瞎认领，可没有你的份。可前3年都给我发了啊。闭嘴，那是我不了解情况，被蒙在鼓里了。你生活富足还去领补助金，这不叫领，这叫偷。杨德表情僵硬了一瞬，随后他立马反应过来，笑道：我懂吧，这是体制内的规矩。你懂什么了？随后杨德拿出一个纸袋子，往里装康帅傅绿茶还有牙膏。早准备好了，导员，这点茶叶和中华，过程敬意。你看我补助金的事。滚，拿着你的东西滚蛋！不对劲，这很不对劲，以前不是这样的，难道是礼物不太行？于树冷冷地扫了一眼他，对着门外秘书道：私自收礼，记下来。别，杨同学是在开玩笑呢，正常人怎么会送牙膏和饮料呢？对，李导员和学生们打成一片，所以很爱开玩笑。杨同学，你的礼物不会这么拉胯吧？呵呵，土鳖，当然不可能，这里面暗藏玄机。
杨德嘚瑟的拧开屏带，露出上面的二维码。导员，扫一下。杨同学叫你扫你就扫啊，看我干嘛？能不扫吗？快扫，我倒要看看有什么玄机。支付宝到账888元。无命休矣！看见没土鳖，导员都感动哭了。好，原来体制内的规矩可以完成这样啊，长见识了。那这牙膏，杨德得意的拧开牙膏瓶盖，挤出一点浓稠透明液体。这是燕窝。咦，导员你躺地上干嘛？地上脏。不用叫他导员了，他已经被我开除了。杨德不语，只是默默的拿走袋子，掏出收款码。把钱还我，小李啊！以后我们宿舍你少来，都被开除了，还进我们宿舍收礼，那架势，不知道还以为你是局长呢。好了，别拿以前说上司了。够了，我来这为了调查金九平时生活，不是看你们傻官场那套的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站着！我今天要是不来看看，还发现不了这么多问题，简直是令人发指。一个亲戚嗓门这么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校长呢。我爹，快住嘴巴！好了，不要阴阳人家，他又不是体制内的，自然不懂官场那一套。呵呵，我不是体制内的。既然你是金九叔叔，想让金九在学校里不受欺负，这件事我可以管，就是我父母一个电话的事。真的吗？当然，不过我需要一点茶叶来孝敬我父母，你也可以直接扫这个码。其实我也是教育局的，你父母叫什么？你也是教育局的，那明年咱俩就是同事了，那就是一个圈子的。既然是一个圈子的，就不用送礼了。金九我罩着了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榆树。榆树，我怎么没听过？教育局里的叔叔阿姨，我都认识七七八八了，依我咋没印象呢？要不打电话给你父亲，他应该知道我。也行。杨德立马掏出手机，拨通亲爹的电话。喂，爸，刚刚有个学生家长让我多关照他孩子，但是抠搜不肯送礼。啥玩意？又想要福利又不肯付出，怎么啥好事都给他占了？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他说自己也是教育局的。别听他瞎放屁，教育局里谁我没请吃过饭，真要有事早就打电话给我了。我知道了吧，这帮缺德玩意真没素质，这点格局活该穷。这话跟我说说就行了，别当面说，毕竟还是同学呢。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对的，那人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查查看吧。教育局里拖地的，我确实没请吃过饭。他说他叫榆树。男人仗着老爸是教育局主任，每天逼着同学发红包，甚至连我这个孤儿也不放过。然而他不知道我刚认的叔叔是他爸的领导。榆树，榆局长。啥？杨德有些懵逼。榆树示意他将手机给他。杨广才啊，我应该叫你杨广才。你这么能赚钱，为什么不去创业啊？你的收入估计是我的好几倍了吧？局长，您误会了，我哪敢收礼啊？你儿子都要到我头上了。您听我解释。你还是留着台词跟纪委解释吧。说完，他就将手机重新扔给一脸呆滞的杨德。你父亲估计有话跟你说。兔崽子，你要立要到我们局长头上了，你要死啊！看我回家不扒你皮。局长，金九居然有个局长叔叔，他为什么不早说？这下坏了，明年可能做不成同事了，要和亲爹做狱友了。于叔，你也别怪杨了，他平时就那样，我早习惯了。好孩子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对了，你怎么不叫他全名啊？因为他缺德。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现在要回去局里开会，把这些情况如实汇报上去。你好好休息，明天见。对，恭喜宿主情绪值已满足青铜去10连抽条件，是否抽奖？还有这惊喜呢？抽奖一连抽了9次，都是女士内衣，我的脸黑如锅底。还好最后一个是综合格斗术精通。不一会我脑子里融合了大量的技能，南拳北腿、太极拳、巴西战舞、相扑摔跤，应有尽有。第二天，节目组再次来到食堂门口，其实上面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，但为了避免吓到我，还是决定让榆树先出面解决。金九，你这窗口没人动吧？放心吧，局长，我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不会再有人找金九麻烦的。那就行。谢谢榆叔，谢谢校长，你们先坐，我给你们下碗面。大家坐下后，榆树略带深意地看向校长。烈士之后，让他在食堂卖泡面不是个事吧？你放心，局长，我们昨晚刚讨论过，由于金九同学成绩优异，打算给他安排高额的奖学金，食堂对他免费开放，保证让他不用再兼职。待会尝尝金同学手艺怎么样？听说泡面加蛋肠是绝配。气氛渐渐放松下来，可下一秒就见超市老板带着人气势汹汹走了过来。存心跟我们超市过不去是吧？给你3分钟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走开。先等会，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。这窗口我租了半年，你们没权利赶我走。呵呵，权利在学校，我就是权利，看见没？这是校领导特批的，当你窗口下架的文件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
榆树眼中直冒怒火。你们谁给他批的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，我哪敢啊！校长抹去头上的冷汗。局长，给我5分钟，我立马调查清楚。校园综艺直播，教育局局长来食堂视察时，超市老板逼我将3块5的泡面涨到10块，我不同意。而他敢这么做，只因我是个没背景的孤儿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我爸是戍边烈士，他的生死战友可是全市首富。挡我财路就是杀我父母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走不走？那我今天就干死你爹妈！你找死！上，给他点教训！怎么还敢动手打人啊？呵呵，一个穷学生，打了也就打了，谁还会帮你出头不成？动手！保安呢？太嚣张了，还敢动手打学生！不管了，我们自己上吧。你别过来，学校禁止打人的。那我只能使出打狗棒法了。这窗口你确定要动吗？校领导们阴沉着脸走了过来，老板则是看到救星似的，大喊道：“校长，快救我们啊！这学生无视校规，当众使用暴力，殴打我们，你快开除他！”给我闭嘴！我刚刚什么都看见了。校长，是我啊，他只是个穷学生啊，你忘了年初我请你吃饭。闭嘴！穷学生怎么了？吃你家大米了？这个超市你也别开了，校方将停止和你的合约。超市老板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，他在迟钝，也知道这学生不是一般人。而校长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当场起草解约合同。赶紧签了吧，给你留下最后一点体面。小同学，你能不能劝校长饶了我这一次？我知道错误了。金九，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处理，全看你自己。那好吧，我不追究了。算你小子识相！毕竟等你们一走，老板就要对我无休止的报复了。我一学生哪兜得过他？老板以后报复的时候下手能轻点吗？刚刚是我先考虑，今天这合约必须解。愣着干什么啊？赶紧把字签了。抱歉，这字我签不了，因为我只是代理的店长。超市真正的老板是福润集团的经理，有能耐你们去找他解约去。校长接过老板递来的工作合同，发现还真是那样。这件事好解决吗？有点难。福润集团在本市是龙头企业，涉及各行各业。我们这大学也有他投资的，其中2个教学楼还是他们捐款建成的。我们局和福润集团八竿子打不着。小李，替我联系这位经理，我跟他好好谈谈。局长，他说他正在开会，没空接电话。局长脸上顿感挂不住。好，没时间，今天没时间，那他以后也不要再有时间了。可是局长，目前局里和福润集团有多个合作，咱们今年政绩可度。老板得意洋洋地看着众人，随后推过来一份和解书。小同学，你也看到我们的实力了，打我们的事情可以一笔带过，我们以后也可以井水不犯河水，但前提是你需要签下和解书。看到沉默的众人，我也是一阵无语。系统，情绪值够编辑一次背景吗？还差500。那好办。于是我立马发出无奈又洒脱的语气：没事的，于叔，你已经帮我够多了，起码让我吃了顿长寿面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于叔，就算不卖泡面了，我也可以减废纸箱、塑料瓶什么的，我肯定能养活自己的。校长，我也要谢谢你，我3年申请都没有得过助学金，但你一句话就让我今年获得了。同学，你别说了。校长，谢谢你，让我有了免费的米饭和汤，不然我现在还饿肚子呢。真别说了，要脸！恭喜宿主满足情绪值，可编辑1次背景。父亲金凡的生死战友李文在戍边保卫战中，金凡凭一己之力救下被围的李文，并为李文挡下了2颗致命子弹。在一次劫后作战中，金凡在李文眼前牺牲，因此李文十分愧疚，心灰意冷下退伍。退伍后继承家族企业福润实业，并在他手上不断发展壮大，成为如今的福润集团。为了加大猛料，我还写了封信让系统寄过去，此时已经到了李文手上。李叔叔，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去找我父亲了。我在学校生活拮据，只能靠在窗口卖泡面赚点生活费。超市老板逼我泡面涨价，我不愿意，于是他就掀翻了我的窗口。我上前和他们理论，他们却说我是孤儿，可以随便欺负，还说是我克死了父母，骂我是丧门星。我说我父亲是英雄，他们却一把扔掉我的勋章，说这是破铜烂铁，一点用没有。所以我把勋章寄给你，你看能不能帮我换点钱，给我换袋泡面就行。随信还有一张金凡和他的合照，照片后面写了一句话：儿子有事就去找李叔，那是爸爸最好的兄弟，他一定会帮你的。李文再也控制不住，凄厉的大喊起来，愧疚的眼泪从他眼角滑落。李总，电话。不不接，老子今天要杀人。是部队打来的。李文愣了一下，随即接听。李公子，李老板，你当时找关系进来，还不如再找关系退伍。你还不如当个逃兵，这样金凡可能也不会死，他儿子也不会受欺负。李文缓缓抬起头，眉心汇聚着杀气。小孙，飞车去学校。金九，还是签字吧，我也是为你好。虽然你很能打，但现在是法治社会啊，只要你签了字，刚刚打人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。我接过合同一看，不禁皱眉，合同怎么又改了？
是啊，泡面卖10块，你不是赚的更多？为什么不愿意呢？简直是欺人太甚！之前还答应好好的，不逼涨价，各卖各的，互不干扰。哎呀，主要之前也没意识到福润集团这么强大啊，现在意识到我有这么大的背景，自然要好好利用了。真当我治不了你们？我只是不想滥用权力。说完，榆树给世监管打了电话。哈哈，老公啊，忙不忙啊？有个事情想找你沟通一下。超市一方众人露出紧张的神情，可随着通话时间延长，榆树脸色渐渐难看起来了。不是老公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？这大学超市泡面都卖10块钱了，你不管管？小事，这也叫小事？什么？你和福润集团也有合作，还敢挂我电话，太过分了！既然局长没有办法了，那小同学赶紧把这字签了吧，这对你的利益并没有损害，反而还是暴利，良心吗？丢了能赚的更多。我不签，我宁愿取消这个窗口。局长、校长，对不起，是我没能力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局长，刚刚福润集团的经理突然回电话了，他说愿意和您面谈。太好了，对方肯定是看在局长的面上才愿意来谈的。不久后，福润集团经理赶来，叫汪康。局长，事情我都知道了。虽然这超市是我开的，但是主要管理权在他们身上。你什么意思？管理权不在我这，所以他们怎么做我也管不到。对不起，这件事我爱莫能助。没关系的，他们就算逼我涨价，我也不会涨的。他只是开超市的，可没能力取消我的窗口。这么个学生你搞不定，找人恐吓骚扰他不会吗？王总，这小子邪乎得很，非常能打，一个人打我们好几个，是个练家子。你等着看我能不能取消你的窗口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，反正你不是人。好，希望你待会还能口嗨出来。说完，他就打了个电话出去。没过多久，一个大腹便便的男子出现。张全，他怎么来的？就是这学生。同学，这是学校窗口的解约合同，你签个字，3倍违约金，后期我会支付给你。榆树看向校长，目光里带着询问，校长却是有气无力道：在建校那会，咱们的食堂就承包出去了。虽然学校大小事务我都能说上话，但唯独食堂不行。这个窗口要卖给谁，不卖给谁，也全是他说了算。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？你果然不是人。废话少说，赶紧签字，这是他我承包的，我说租给谁就租给谁。天真的学生，真以为你能斗过资本？虽然我只是福润集团的经理，但手里的权力、人际关系超乎你的想象。这时局长打了一个电话出去：喂，领导，泡面这么屁大点事情还要求上级，这局长不如给我当，太小题大做了。赶紧签喽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你个哒哒哒的，我忍不了了。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？校长，这种学生不开除你留着干嘛？突然使用暴力，必须开除。我要是不开呢？他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。这学生到底是谁？有什么背景，值得你们这么对他？哼，我只是在履行校长的职责。那看来就是没背景了。我已经录下金九视报的视频了，就算你是校长，也不能堂而皇之的偏袒他。金九一定会被开除。我说的，喂，愣着干嘛？赶紧上啊！一众保安这才反应过来，立马朝我冲来。热少。小九，你受苦了，我应该早点找到你的，是我对不起凡哥。你完了，得罪福润集团，你这辈子算完了。呵呵，等你毕业之后，看哪家公司会要你。福润集团是咱们市的支柱产业，设计方方面面，汪康要是存心打压，金九毕业即失业。你说什么？你哪位啊？大胆，这是董。一旁的助理还没说完，就被李文拦住。哟，太像了，眉骨间有他的影子。小九，我是你叔叔啊。我还有叔叔？是啊，我和你父亲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啊。之前让你受委屈了，从今天起，整个岗上没有一个人敢，也没有一个人能欺负你。呵呵，我管你哪来的叔叔，得罪了我，你在岗时都别想好过。你只是福润集团的一个小经理，谁允许你在外面作威作福的？你到底是谁啊？呵呵，你问我是谁，你有资格知道吗？王总，可别被他唬住，一个穷学生哪来有实力的亲戚？我怀疑他就是虚张声势。对。现在给你上司打电话，问我是谁，嗔问。喂，姐夫，说了多少遍了，在公司要称职务。职务到底有什么事情？也没什么事情，就是有个人让我打电话给你。你是头蠢驴吗？别人让你给我打电话就打，让你吃屎呢？你消气，姐夫，主要那人气势就跟领导似的。算了。问问他叫什么吧。我姐夫问你叫什么？李伟。姐夫，他叫李文。李文，那不是董事长吗？你现在去公司官网看看董事长照片，和他做个比对。汪康飞速打开官网，看了看照片，又看了看面前的李文。姐夫，他和董事长居然长得一样。他让你打电话是为了什么？呜，姐夫，我可能要完，我把人家侄子得罪死了。姐夫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他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。对了，你上一句说什么？姐夫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可是你走后门招进来的，你一定要保我啊。
吗？谁是你姐夫？老子刚刚打算离婚了。董事长，我不知道是您。前恋，我也不知道是你。董事长，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我向你还有你的侄子道歉。律师函我也不是故意寄的，你信吗？你是李叔？对耶，是我。我爸说有困难找你就行，因为你是他最好的兄弟。之前我还以为我爸是骗人的呢。小九，李叔把王康送进去坐牢，你满意吗？满意，可是我这泡面窗口还是被取消了。其实我是被王康威逼利诱的，食堂窗口随你承包，你选哪去都行。我只要原来泡面窗口就行，毕竟其他窗口我也租不起，卖泡面已经能维持我的温饱了。什么也别说了，小九，都是李叔的错，泡面你也别继续卖了。这学校超市是福润集团旗下的，现在咱们给他收回，以后超市交给你来管理了，利润也全都是你的，成本不需要你来出。可我最近学业压力有些大，超市我照顾不过来。是我考虑不周，那再给你找几个管理人员，你当甩手掌柜，找谁好呢？至于你们，给老子滚！李叔，你也别对他们这么凶，虽然他们砸了我的摊位，鄙视我是孤儿，看不起我父亲留给我的勋章，但我觉得还是要以礼待人比较好。小同学，别搞啊！不需要你帮我们求情的，让我们乖乖滚蛋就行了。给你们2天时间，在家搬出港市。为什么？因为2天后你们会在港市混不下去的，不信你们可以试试。顺便现在就把这些年至超市回扣的钱全部给吐出来，少1分，我让你们1天都待不下去。李总，您别生气，我们这就交。可等超市老板查余额时，才发现钱早就被他花的差不多了。不过李文似乎早料到了这一步，立马让助理拿出一个文件，给你们一个机会，签了这个进去做半年牢，我可以不要你们钱。半年牢换几百万，李总真是大善人，有钱人都这么缺心眼吗？超市老板潇洒的签完名字，这时他引以为傲的孩子给他来电话。妈，你知道的，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全是为了考中央，现在只差一步了，上面要核查我们祖上3代，咱们家没问题吧？放心吧，儿子，没问题，咱们祖孙3代都是良民了。等等，突然他一愣，正愣在原地半天。李总，你算计我？你儿子前途完了，你挑的吧？李文，李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要钱了，放我一马，我不想坐牢，我的孩子马上就要上岸了。你的孩子是孩子，这个学校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。超市全是临期、过期产品，一个泡面卖10块，你在孩子们身上吸血的时候，想过他们还只是孩子吗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放我这一回。拖出去，送去警局自首。李文一声令下，立马有2个大汉架着往外面走。好小子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。金九，给你发消息，你为什么不回我？这是我未来的侄媳妇，你有什么资格不回我消息？小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嫌弃我没出息，没什么前途，就和我提出了分手。好家伙，一个局长叔叔，一个董事长叔叔，这还叫没出息？金九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追求者，叫陈伟，他家可是在教育局工作，听说还和局长关系非常好。